如果说广东省只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，你觉得会是在哪里？在开平，它是让子弹飞中黄四郎的城堡，也是唐人街探案中白轩林的故土，它就是开平碉楼与村落。动荡年代里，开平华侨远渡重洋谋生，他们修建北美铁路，开拓南洋种植园，又将所得积蓄寄回家乡，建造居鲁和防御工事，守护故土的平安。为何它能成为世界文化遗产？它的含金量如何？旅游开发如何影响了它？让我们一探究竟。开平在古代就是偏远之地，不仅族群冲突频繁，而且匪患猖獗。19至20世纪，社会愈发动荡不安，越来越多的人因为生计下南洋，闯金山。他们勤奋好学，吃苦耐劳，取得成就后心系故土，将积蓄汇回家乡操办产业。面对乱世，为了生命财产安全，将居住建筑修建成碉堡的形式。鼎盛时期有3000多座碉楼，至今剩下1800多座。不少碉楼是凭借从国外带回的图纸、钢筋、水泥等材料所建，它们因地制宜，中西合璧，散落在乡间，每一座背后都有故事，值得细心浏览。10蚊雞可以上樓啊！来，前面有鸭子，快点，前面有鸭子，这里。这座碉楼建于1925年，名字是为了纪念屋主父亲打石为生的生平。这里的生活用品中西交融，中式雕花床，西式梳妆台，记录了旧时华侨的生活。与近代中国其他地区被动接受外来文化不同，开平碉楼是主动选择的结果。华侨将海外的生活观念、建筑技术与本土文化相结合，这种交融不仅没有抹去传统，反而在碰撞中焕发新生。
丽园是美国华侨谢维利1936年建成的私家园林，建成后他就折返美国，从此在美回国。今年3月，已是90岁高龄的谢维利之女携子孙3代一行15人重访丽园。Oh, baby, this is a nice house. ，the Western vibe, right? But like, it's kind of classy, but at the same time, it's like a bit too much. Like, yeah. Hey, 湓江之滨，红土高地，溯流而上可达粤西，顺流而下可出南洋，奠定了水陆繁华的商贸基础。370年前，这里建成赤坎商埠。20世纪20-30年代，当地的官氏、司徒氏2大家族在海外发迹后，先后返回家乡，暗自较劲家乡建设。100年来，在2大家族的良性竞争下，赤坎镇的社会生活融汇中西，形成独特的华侨文化和管理体系。赤坎镇的特色在于，它是由华侨出资、华侨组织、华侨设计、华侨管理的华侨之城。现在被开发成旅游景区，保留了省级文保建筑、不可移动文物建筑、历史建筑等35处。
关氏、司徒氏两大家族先后定居在此，不断发展壮大。他们既是竞争对手，又共同推动了赤坎的繁华。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帕奇家族与美第奇家族。走在小镇的街道上，可以发现许多两大家族的印记。2000年左右呢度仲係好興旺嘅，係啊，未劃景區之前啊，仲好多人住㗎。係啊，佢咩嘛？呢個墟鎮嚟嘅嘛，墟鎮嚟嘅嘛。生意做生意嘅性質咁啊，所以有開期㗎。哦。15138呢度。63、68啊，到地方都嚟，好遠地方都嚟呢度趁墟㗎。佢做個景區呢啲人全部遷曬出嚟。出嚟啦，16年遷走晒啦。16年喎。哦，16年之前仲有啲喺度住㗎，仲有嗰陣仲喺度保留嘅。係做景區後嗰啲墟鎮都冇啦。冇人氣啊！而家啲人啫。你依家正在搞緊喎。人哋老大有錢啊！我哋呢間圖書館咧，專門係攞嚟自己家族。家族嗰啲傳統文化。一路嚟一做起就係啦。嗱，最主要開住點樣呢度啊？呢度。開幕到而家㗎。就呢度16年開始畫嗰件批。係啊。16年之前咧仲係到處都行得。有啲私人喺度做生意，香港先入開講咩？白驹过隙，就像是眼前的这一节车厢，不停地向前行驶。时光的轮盘总是会转动，带着人们去往新的方向。时光定格在1926。
进行了街道改建和楼房扩建，修长堤、筑骑楼，整饰市镇，上下部住户自发拆建马路，全区都建成有骑楼的商店。岳飞为祖师，叶师傅，你可要接好了。过瘾了，好一首咏春听潮。岳师傅好身手。好啊，后生可以。公老说过，功夫二字，艺不艺术。但依我来看，功夫两个字，一分一力，只要做好功，就算。快如闪电，南派拳法能不能跟得上我速度？试试便罢。
like Olympics in Rio. Girl, you got it.
300多年前的虚实繁华，仿佛在平行世界发生，又像是穿透时光的遥远呼应。古镇一天最后一场表演火秀结束后，很多游客都返回市区的酒店，古镇里的人少了很多，白日的喧嚣一下子沉寂了下来。历史古镇改造成旅游区，本就是争议不断的话题。扎根乡村的创业团队在街头巷尾开启工作室，守着祖宅的本地村民招揽着游客参观自家碉楼，建造豪华碉楼的归侨，即使过着最西化的生活方式，也仍然有着中式的坚守。家族图书馆的守护人感慨旧日繁华的叙事转瞬即逝，部分人庆幸这古老的村镇因为旅游业而焕发出新的生机，部分的人则在缅怀曾经的故乡已失去记忆中的面貌。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在于一砖一瓦，而在于它如何真实地见证了时代中的每一个普通人的观念与选择。总有一些事物会消逝，也总有一些事物在新生。明天，太阳照常升起。